全球穿越航海求生，随机抽取船只，有人抽中豪华游艇自带热辣美女船员，有人抽中破旧帆船自带鲨鱼追杀，而我却抽中一艘诡异骷髅船，不仅满载骷髅兵，而且自带吞噬能力，能够无限进化。此时一股咸腥的味道飘入鼻中，比室友的小脚还要带劲，熏得我迷迷糊糊睁了眼。随即耳边传来系统声音：全球航海游戏开始，各位玩家将在海上开启新人生，你们身体的疾病已经被治愈，请尽情享受新生。注意，请勿停下航行，不断蔓延的黑潮会溶解海面上的一切。更多疑问，请翻阅航海日志。祝各位名扬四海。我站起身还有些纳闷，可突然间发现自己换骨癌的双臂竟然毫无刺痛之感，我的病没了。兴奋的我原地蹦了好几下，这才冷静下来。随后打量起四周来，这是一个被锈铁皮和旧木板包裹着的狭小空间，入眼是一张饱经风蚀的木桌，桌子上放着一把左轮手枪，一个木质玩偶，还有一根骨质鱼竿。骷髅左轮，种类远程武器，品质良好，子弹某种指骨。简介：弹容6发，射击完毕后自动装填，装填速度1分钟，杀伤力较弱，攻击距离中等，穿透力较弱。鱼骨钓竿，特点是能钓到不同寻常的渔获。最后一个木质玩偶，介绍是残破神像，随后就是一串未知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收起3样东西，我又翻找了一阵，再没发现什么新东西。想起那道声音说的航海日志，正想着，脑海里便出现一本小册子《航海日志》，随后就是详细信息。这航海日志跟系统界面一样，意念点开日志，第一页写着一些注意事项。想着我打开自己的属性界面，姓名小瓜，气血95%，力量3，敏捷3，精神7，健康状态轻微眩晕，天赋坚韧意志。被动，你的精力恢复速度提升20%，对精神类攻击、威压、恐惧效果具有一定抗性。果然，我还是精神最高。至于这个天赋，恐怕还要感谢病魔的馈赠。接着我点开聊天频道，想找找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哪知一堆信息像是炸了一样涌了过来。正鉴赏5星电影呢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海上，我咋在海上？恶作剧吗？哎呦喂，本大爷开局1万金币，谁要和我混的，赶紧来找我。别好了，区域频道静悄悄的，说明大家隔得贼远。我一定是在做梦，谁给我一巴掌？我来，我尿黄，让我咨询你。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半晌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2声敲门声，这船上难道还有人？挺礼貌嘛，初来乍到，不能丢份。想到这，我站直身子，说道：“请进。”下一刻，2个骷髅架子走了进来，我吃了一惊。下意识拿起左轮瞄准对方，但那2个骷髅架子却还是站在原地，动都没动。随后一道提示出现在我脑海里：骷髅船员，力量4，敏捷3。简介：骷髅号上的原船员保留了基础的航行与战斗本能，绝对服从船长的指令。原来是自己人，当即我便吩咐起来：“你们俩一个扬帆，一个掌舵，把船开起来。”2个骷髅很快就动了起来，跟着他们的脚步，我也走出船长室，打量起这艘骷髅船。这是航海日志弹出船只信息：骷髅号升级条件：木材100，布料50，残缺神像，尽可能的升级你的船只，否则蔓延的黑潮将会吞噬落后者。残缺神像好像就是我船长室里的那个木质玩偶。先记下基础材料个数。我正想到聊天频道里问问大家都是怎么获得材料的，耳边却传来一阵喊声。抬头一看，只见挂着海盗旗的小船快速的朝我驶来，上面5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正卖力的划着船。我仔细观察了下，没看到对方有什么远程武器，这才放下心来。随后我命令2个船员蹲伏在围栏边准备偷袭，自己则拿着左轮藏在后面远攻。老大，这船怎么感觉有些怪怪的？上面会不会没人？闭嘴！我刚刚看到人影了。那今天运气不错，终于开张了。小船上的海盗越聊越兴奋，只见他们拿出2个抓钩，稳稳勾住了围栏。2个海盗正要顺绳而上，就是现在，上！随着我一声令下，2个骷髅立刻跳起，落在对方小船上。瞬间，2名海盗便被砍翻在地，剩下3名海盗回过神来，立马和骷髅船员大战起来。我瞅准机会，对着混战地区一鸣清空弹夹，6发子弹，4发落空，幸好还有2发打中海盗，剩下最后1名海盗，没2下也被我的骷髅船员砍翻在地。战后，我清点了这次的战果：金币23，钢铁5，面包6，淡水3升，木料7，布料4，普通骸骨5。这点物资距离升级船只可还远着呢。想到这，我打开聊天框，正想问问，就看到有人在炫耀自己的渔获。兄弟们，快看我半个小时的渔获：鲱鱼罐头2，矿泉水2，木料4，钢铁1。这是什么鬼？连罐头和钢铁都能钓上来吗？果然是资深钓鱼佬，除了鱼什么都能钓上来。所以说是通过钓鱼来获取资源。我拿出5份木料，合成了一根普通钓竿，交给1名骷髅，自己则取出了白骨钓竿开始垂钓。挂上鱼饵，我开始刷起了公共聊天频道。高价无限量，收购钢铁，我的船需要大量钢铁升级。水不了多的，板上交1行。我缺淡水和食物。不会自己钓吗？我都钓半天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耐心地读着这些消息时，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船员已经甩出了第3杆。1个小时后，浮标猛地一沉，我立刻握紧钓竿向上一扬，一条长相奇怪的鱼钓在了甲板上。鱼嘴肥厚，两侧没有鱼鳍，而是一对布满鳞片的双臂。看到地上的木桶后，他立刻甩动双臂爬去，对着木桶狂亲，看得我一阵恶寒。红唇海鲈，
种类奇形鱼种。简介：一种行为古怪的海洋生物，肉质鲜美无毒，只要能克服其卖相，可算是一道美味佳肴。就在木桶要被它清掉一块之前，我清空了弹夹。鉴于这鱼奇怪的长相，外加我现在食物还没那么紧缺，于是我决定将这条鱼上架到交易平台，看看能不能换点物资。本以为这么猎奇的东西应该没什么人要，谁知道刚一挂上去就有人私聊我：海洋收藏家，这位朋友，我对这鱼很感兴趣，加个好友聊一聊可否？生物样本采购员，这位钓鱼佬，这鱼卖不卖？价格好说。匿名用户，还有这样的奇葩鱼吗？发来我鉴赏一下。我看了下聊天内容，最终选择了开价最高的海洋收藏家交易。下一秒，背包里多了20个木料和10个布料。随后对方又发来一条私信：搞定。这位朋友，以后还有这些奇形怪状的海鲜，记得告诉我，出价保证让你满意。随后我一直钓到黄昏，期间只钓到一只肌肉发达的青蛙，跟收藏家又做了交易，就再没出货。天色渐暗，我意犹未尽地收起鱼骨钓竿，扭头看向还在钓鱼的骷髅，发现他已经换上了大桶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鱼，沙丁鱼、鲈鱼、黄鱼等，大概有30多条，还不错。与我不相上下。骷髅没有说话，手指向船舱。原来除了鱼之外，他还钓到了6个钢材、19个木料和10个布料。好小子，干得漂亮！天黑得很快，我躺在船长室的床上睡不着觉，点开了聊天室看大家在群里吹水。毕竟是穿越第一天，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交流着周围的信息。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一道提示音：亡灵灯塔被动触发，天黑了，他们登船了。亡灵灯塔被动触发，天黑了，他们登船了。听到这条提示音，我这才想起，我这条骷髅船好像会吸引阿飘上来。这船上没有灯，巡逻的船员正在甲板来回踱步。漆黑的夜里，只有惨白月光勉强勾勒出物体的轮廓。我不敢出去，船长室虽然破旧，但多少能给我一点安全感。巨大的撞门声响起，虽然那扇陈旧的木门没被撞开，但是已经被外面的东西撞得内凸，木屑洒了一地。我来不及思考巡逻的骷髅船员为什么没有发出任何预警。又一次剧烈的撞击，门口再也承受不住，直接爆碎一地。门外站着一个人形生物，身上穿着船长的衣服，却已经被海水包得褪色。他的双眼冒着绿光，身上传来一股浓重的腥臭味。菲尔船长，种类亡灵。简介：遭到船员背叛杀害的船长，怀揣极深怨念的亡魂，会影响人的神智，无痛觉，只会杀戮所见的一切活物。我与他对视时，脑中忽然感到有人在呢喃，诱惑我靠近这个人形生物。关键时刻，意志坚定的被动天赋自主发动，硬是抵抗住了来自精神的攻击。我强忍着恶心的味道，立刻对着怪物清空了弹夹。这次由于距离够近，只有3米左右，6发子弹幸运地命中了4发，分别打在怪物的左肩、左腿，还有胸口2颗。但我没有一丝松懈，反而更紧张了。4颗子弹明明已经深深嵌入了怪物的身体，但是他却面无表情，像无事发生一样，迈开步子朝我走来。我闪身冲向前窗，纵身一跃撞破了玻璃，身体落在了甲板之上。怪物此时僵硬地扭着脖子，锲而不舍地朝我走来。在甲板上的2个骷髅船员竟然对这个东西视而不见。眼看着怪物越走越近，而枪还没装填完毕，我顾不得身上那几道被玻璃划破的伤口，立马下令船员攻击他。2名骷髅船员立刻上前，锋利的刀刃不停地砍在尸体身上，顿时腐肉横飞。趁着空隙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向桅杆冲去，猛地向上攀爬。回头再看时，我发现那怪物已经将2个骷髅船员打得满地都是，正朝桅杆走来。他伸出浮肿腐烂的手，试图攀爬，但湿滑的手掌根本无法抓牢木头。好机会！我对着他的脑袋再一次清空了弹夹，弹头接连不断打在怪物身上，他的动作越来越迟钝。我不禁心中大喜，他现在碰不到自己，不怕血厚，就怕刮不动痧。虽然伤势积累缓慢，但是总有撑不住的时候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在我又一次清空弹夹后，那只怪物终于砰的一声倒在地上。我没敢立刻下去，在横栏上多停留了10分钟，偶尔补上几枪。见到对方一动不动，我才小心翼翼地爬下桅杆。这回是真死了。随后我打开属性栏检查自己的伤势，姓名：小瓜，气血62%，力量3，敏捷4，精力7，健康状态多处外伤，天赋坚韧意志。被动，得益于长时间的瞄准射击，敏捷比原来加了1点。我消耗1单位布料做了些绷带，给自己的伤口简单处理了下，又从背包里拿出面包和水，吃了点东西补充体力，感觉恢复差不多了。我这才踉跄地走到怪物尸体旁，清点战利品。怪物尸体随风消散，只留下一柄明亮锋利的长刀，正静静地躺在甲板上。肚皮笑，种类近战武器，品质良好。简介：一柄金刚打造的宝刀，刀长60公分，材质坚韧，吹毛断发。好刀！我心中暗喜，赶紧上前把刀收了起来。甲板上响起细碎的响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船员散落一地的骨头正缓缓地自动聚集拼接，不到片刻便缓缓地重新组合成人形。见此一幕，我也是彻底放松下来。骷髅兵还是挺有好处的，至少生命力强得可怕。经过和2名船员的交流，我这才知道，他们一开始对上船的怪物视而不见，竟然是因为我下的命令是让他们警戒任何靠近的生物，而那怪物属于亡灵，不算生物。气得我翻白眼，随后告诉2名船员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有东西靠近，立刻预警，该嘎就嘎。回到船长室，我躺回床上检查骷髅号的状况，耐久428-500，修复木料13，布料7。亏大了！我心痛地点下确认，材料数量瞬间
间减少。紧接着，2个骷髅搬着材料走了进来，开始熟练地对船长室进行修理。大约10分钟，被怪物撞破的船长室便焕然一新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：恭喜玩家成功击杀了一只亡灵，达成骷髅船隐藏特性激活条件。特性：骷髅船复苏。激活条件：击杀亡灵1/3。当骷髅船耐久度不低于50%时，船员会自动修补船只耐久度，无需消耗材料。隐藏特性，这就是特殊船只独有的优势吧？看了一天的聊天群，特殊船遇到的意外事件比起普通船要多，但是这类船只的能力上限也比较高，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类型。只要实力强，像亡灵灯塔这种隐怪特性，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稳定刷装备的资源点。我一觉睡到第2天早上，晚上再没有发生其他状况。睡醒之后，我查看了一下仓库，金币23，钢铁10，面包4，淡水2.5升，木料53，布料26，普通骸骨5。距离升级船只还差47单位木料和24单位布料，不算很多。想到今天晚上亡灵灯塔这个特性可能还会招来恶灵，于是我决定今天一天拼一把，争取在晚上之前把船只升级到2级。说干就干，我走出船长室，将鱼骨钓竿交给昨天那只很会钓鱼的骷髅，你去继续钓那些不寻常的家伙给我。骷髅船员歪了歪头，似乎理解了这道命令，接过钓竿走到一侧开始钓鱼，而我则是站在一旁，取出长刀肚皮鞘开始挥舞起来。昨天敏捷属性的上涨，让我明白通过训练，我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些属性的。为了应对今晚可能的危险，我得加快提升实力。我对着空气反复做出劈、砍、削、刺的动作，累了就休息会儿，休息好了就继续锻炼。过了会儿，骷髅船员忽然站起身来，握紧了鱼骨钓竿，看样子是鱼上钩了。刷一下，一只奇怪的龙虾飞出水面。沙嘴虾类型：鳍形虾类。简介：深海中的霸主一味，无毒，肉质 Q 弹，是深海的极品美味之一。我立刻拍照发给深海收藏家，对方很快就回复：老客户，这么早就钓鱼，还是老规矩。对，20木材，10布料。OK， 交易很顺利就完成。看了眼仓库，木料73，布料36，距离升级还差27木料，14布料。见此，我朝着正在钓鱼的骷髅船员鼓励道：“加油干，小伙子！今天把升级材料全凑齐，船长给你找个女大夫。”说完，我也开始重新锻炼。不知道是不是骷髅听懂了，鼓励完之后鱼竿就没抬起来过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自己上去钓鱼的时候，骷髅船员终于钓到东西，这次似乎格外的沉重。骷髅船员拉了半天还没有上来，我走上前抓住钓竿一起发力，折腾半天才从海中钓上来一个黑色金属箱。随后我让骷髅船员拿着肚皮鞘把箱子撬开，自己也躲在一旁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一声脆响过后，箱子被打开，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跑出来，我这才走上前去，只见里面整齐的摆着8个瓶子，瓶子底下一块枕头大小的巨大金砖静静的躺在那里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我去，发达了！这么大一块黄金，就是放在前世也足够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我一挥手，先把鉴定结果一大串未知的瓶子收了起来，然后马上分解金砖，瞬间多了14338的金币。交易所冲，花费487金币买了12木料与6布料，正好凑够骷髅号升级所需。骷髅号升级条件已满足，是否升级？木材100，布料50，残缺神像。升级！我立马说道。话音一落，骷髅号里面被一阵白光笼罩，不一会儿，一艘大了1圈的新船便重新出现。随后我脑海里弹出了新船的信息：骷髅号2级，类型特殊船，耐久800，航速45节。简介：双桅帆船，船上装载2门轻型大炮，共有船员5人。特殊功能：自带5名骷髅船员，被摧毁后需1小时再生。骷髅船员无需消耗食物与饮水，永不知疲倦。骸骨吞噬机位于船长室内，投入生物骸骨或许能换来意想不到的馈赠。投入部分的大小不影响奖励，每只生物只生效1次，交易所得骸骨投入无效。亡灵灯塔对海上亡灵的吸引力极大，常有不速之客来访。紧接着，5名骷髅船员整齐地从船舱内走出，站成一排。为首的一个骷髅船员明显比其他4个魁梧了1圈，一抬眼属性跳出。骷髅战斗员，力量6，敏捷4。简介：身体强壮，在战斗方面表现突出。好，这下安全感倍增，应对晚上出现的恶灵可就容易多了。随后我看了下这次升级多出来的特性骸骨吞噬机，试着投喂了一具骸骨，系统立刻弹出了提示：获得1木料。又试了几下，分别获得了不同材料，多了一个获得材料的途径，也挺不错。想着我看了眼骷髅船升3级的条件：木材500，布料150，钢铁70，诅咒之眼。好家伙，材料都还好说，最后这件特殊物品估计可不好找。骷髅船升级时已是傍晚，这会儿天色已经彻底暗下，夜幕降临。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天黑得很快，不一会儿海上便起了雾，一股潮湿的味道弥漫在甲板上。亡灵灯塔被动触发，天黑了，他们登船了。我转身带着骷髅船员们走上甲板，只见一只被海水泡得腐烂发白的手正攀上船头围栏。这是一只穿着类似传道士白色制服的亡灵，头部只剩下骨头，2个眼眶里燃烧着幽幽鬼火。我目光锁定这只亡灵，它的信息很快弹了出来：抵抗军舰舰长威廉，种类亡灵，执念深重，拒绝安息的亡魂，善用一种威力巨大但极危险的手炮。手炮！我心中猛地一凛，下一刻瞳孔骤缩，只见亡灵威廉从身后猛地抽出一件骇人的武器，那是一门粗的惊人的手炮。幸好起雾了，天气潮湿，而且它无火可点，我暗暗松了
口气。威廉接下来的动作却令我目瞪口呆。只见他用左手捏着引线，直接将线头塞入黑框框的眼窝之中。1秒后，引线竟然真的被眼眶里那团油油鬼火引燃。我去，这也行！来不及吐槽，我赶紧逃一搜我。只听轰的一声，船长室的屋顶直接被开了天窗，2个骷髅船员来不及闪避，直接被轰碎了一地。幸好他们能再生，不然那就直接解决。骷髅战斗员带着2个小弟正在和亡灵威廉周旋，不过看样子并不乐观。刚才那一发手炮让所有船员都变得缺胳膊少腿。我朝着亡灵威廉启动了弹夹，但伤害几乎没有。见此情景，我赶紧跑进船舱，找到刚才骷髅号升级附带的大炮。白骨火炮类型轻型火炮，炮弹颅骨击中对舰船造成轻微物理伤害，爆碎的骨片会造成散射伤害，装填时间2分钟。快速填充好弹药，将炮口对准交战双方。这会儿2个骷髅船员已经被亡灵威廉的手炮打散一地，只剩下骷髅战斗员还苦苦支撑。对方的手炮也已充填完毕，轰轰2声炮响，骷髅战斗员下线，亡灵威廉也被我一炮击飞，重重镶嵌在墙上。他虚弱地挥舞着4肢，似乎想要挣脱。我赶紧填充第2发炮弹，墙面直接被我轰出一个大洞，亡灵威廉也散落了一地，嘎得不能再嘎。他的尸体缓缓消散，只留下一只手炮静静地躺在地上。抵抗军手炮类型远程武器，品质良好，子弹百炼铁球弹。简介：抵抗军工匠精心打造的攻坚武器，炮身由金刚锻造，弹容量1颗，自动装填时间5分钟。好东西，就是太重了，这东西自己是打死也不会用的，倒是交给骷髅战斗员很合适。收起手炮，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：击杀亡灵特性，骷髅船复苏，激活条件：击杀亡灵2/3。简介：当骷髅船耐久度不低于50%时，船员会自动修补船只耐久度，无需消耗材料。我回头看了眼已经倒塌的船长室，顿时眼前一黑。耐久526、800，修复木料75，布料49。即使现在有1万多金币，但也经不起这么火火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暂时不修，等再杀一个亡灵，激活隐藏特性，就可以免费修理了。精打细算才是生存之道。第2天，5名骷髅船员满血复活，我将抵抗军手炮交给了骷髅战斗员，又从交易所花了300金币买了打火机交给他。毕竟他身上没有鬼火，想要让他使用手炮，这个钱省不了。骷髅战斗员的战斗本能比较强，很快就领会了火炮的使用方法，但是我没敢让他试炮。骷髅号如今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为了尽快收集资源，我又做了2根普通钓竿，让3名骷髅船员跟着我一起钓鱼，增加收获。天气晴朗，海风微微拂过，我也准备享受一下钓鱼佬的悠闲生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艘不长眼的海盗船撞上门来，对方船只大小是自己的1半，大约有30人。不过这次我有枪有炮，倒是不虚，正好让我的骷髅战斗员测试一下手炮的威力。随后我命令船员开过去，一艘不长眼的海盗船撞上门来，对方船只大小是自己的1半，大约有30人。不过这次我有枪有炮，倒是不虚，正好让我的骷髅战斗员测试一下手炮的威力。随后我命令船员开过去，片刻之后，2船交错，船舷碰撞发出沉闷的巨响。没等对面的海盗开口，我就先发话，把值钱的都交出来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们全尸。声音平静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威严。对面显然没有料到我会抢他们的台词，一船的海盗哄笑起来，正准备上来给我点颜色。见此，我也不跟他们废话，一招手，骷髅战斗员走上前来。下一刻，他举起手炮，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响传出，一颗黝黑的铁球径直飞向海盗船。阻在铁球路径上的海盗被铁球撞得稀碎，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缓过神，4名船员已经跳下骷髅号，在海盗船开始了大肆屠杀。骷髅战斗员紧随其后，跳上海盗船，一刀一个小海盗。海盗们被单方面虐杀，士气一溃千里。不消片刻，这群海盗就被解决殆尽，我都没出手。这个海盗船长甚至还没放什么狠话，战斗就结束了。弥留之际，在他模糊的视线中，看到我登上了他的船，说出了他的台词：搜刮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把能用的物资全部搬到我们船上去。打扫完战场，我清点了下这次的收获：53金币、28面包、5升淡水、76木料、43布料、14钢铁、8琉璃、27海盗弯刀、14碎发枪。大丰收！我当场决定以后要多做点铲除海盗的工作，我与罪恶不共戴天。这些海盗的碎发枪与武器都是寻常道具，使用的时候会减少耐久度，只能算是消耗品。我索性在交易行上架，点开聊天频道说道：我刚刚抢了一艘海盗船，有一批武器用不到，放在了交易行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随后把链接发了出来，刚发出去，许多感兴趣的人便跳了出来。妖怪今天不务正业，跑去打劫海盗了。碎发枪正缺远程武器，给我留一把。弯刀这个价格可以啊，比其他人卖的便宜多了，卖了。蛙哥哥，请问您还缺船员吗？会喊666的那种。大佬看看我有特殊技能初级演练，可以长期合作，提供各种材料啊。很快上架的物资便被清扫一空，我的金币余额又增加了2131。正开心着，突然弹出一条私信：有没有钢铁？我高价全收，还差50多就可以升级船了。我看了眼 ID， 是战神号的船长，随后回道：我这儿也不多，只有40单位的。好兄弟，我全要了，能不能用其他资源交换？你没有金币了，在交易行买钢铁花光了。钢铁现在的单价确实被炒得很高，已经达到了53亿单位，该不会就是这位老哥造成的吧？就在我犹豫要不要答应他的时候，对方又发来消息：这位兄弟就当帮我一把，我这破船速度太慢了，黑潮正在我屁股后面追着呢。我找来3个兄弟，拴绳拖着船走，现在的航速还是只有8节，要是被黑潮追上我就完蛋了。我拿这个和你换。
低级晶石可以升级道具品质，优秀以上无效。成交！看到这东西，我果断拍板。钢铁卖的再贵，也只是基础材料的一种。这2次处理亡灵，我发现骷髅左轮威力太弱，正好给它强化一下。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低级晶石，用在了骷髅左轮上。一阵耀眼白光过后，骷髅左轮升级完成。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低级晶石，用在了骷髅左轮上。一阵耀眼白光过后，骷髅左轮升级完成。骷髅左轮品质优秀，子弹打磨尖利的指骨，弹容6发，射击完毕后自动装填，装填速度1分钟，杀伤力中等，攻击距离中等，穿透力强。好东西！我满意的收起骷髅左轮，就等着亡灵上门让我试枪了。很快，夜幕降临，皎白月光洒在甲板上，我静静地坐在船尾，目光中透露着期待。亡灵灯塔被动触发，天黑了，他们登船了。围栏上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爬了上来，看穿着正是白天的海盗船长。这位老兄怨气够重，成了亡灵第一个就来找我报仇。四目相对，亡灵的信息出现在我眼前。胡克船长，类型亡灵，满腔愤懑的亡魂，成型时间较短，战力不高。刚好给我练枪，我抽出腰间的骷髅左轮，瞄准亡灵头部，直接连开2枪，一枪打中胸口，一枪打中脖子，2发子弹皆穿透亡灵的身体，在他身上留下恐怖的伤口。虽然我的枪法依旧很烂，但是骷髅左轮的威力可比之前很多。还没让我多练几发，胡克船长的身体就支离破碎起来，倒在地上。我心里吐槽了句，原来还是个亡灵宝宝，几枪就没了。等了一阵后，系统弹出了任务完成的提示。任务完成，击杀亡灵3/3，解锁特性：骷髅船的复苏。当骷髅船耐久度不低于50%时，船员会自动修补船只耐久度，无需消耗材料。特性解锁的那一刻，骷髅号仓库内开始自动生成白骨材料。骷髅船员们似乎被灌输了什么新知识。不一会儿，船舱下方传来了敲敲打打的声音。只见骷髅们每人从仓库里捧着一堆骨板、骨钉等材料开始修复船只。片刻功夫，我就收到了系统提示：耐久800，船只修复完成。回到船长室，我感受着久违的安静舒适，进入了梦乡，睡了一觉。第二天，我走上甲板，拉伸着身体四肢，准备开始每日的锻炼。不经意间，看到远处海平线上有一道凸起的轮廓，随后一座岛屿的轮廓越来越清晰。我赶忙下令，让掌舵的骷髅船员微调方向，朝着岛屿笔直而去。在大海之上航行了大半个月，我好久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了。而且这么久没能吃蔬菜水果，缺乏维生素很可能会引发败血症。我得去那个岛上看看，运气不错的话，还能把食物种类丰富一下。稍微航行几海里后，我点开区域频道，忽然发现范围内玩家人数为3人。刚要询问是不是有玩家已经登岛时，玩家人数忽然间减少了1个。等了半晌，人数一直定格在2人，我心中有了警惕，点开区域频道，人数依旧是2。想着，我尝试性的发了一条消息：有人吗？附近海域或者岛上的朋友能看到消息吗？2个人立刻秒回，但是内容却不尽相同。喂，别来，不要靠近这座岛，这座该死的岛上有人饲养怪物，还把它当成神。兄弟，快来救我们！有个女巫在岛上袭击岛民，好多人都受伤了。2人的个人信息都设置了隐藏，现在无法查看。我尝试加2人好友，等了几分钟却没有任何回应，区域频道也恢复了平静。思索再三，我还是选择了一处沙滩登陆。沙滩上有成片的椰子树，不时还有几只螃蟹走过。岛屿深处是看不到头的高大树木，这里还真是一个不错的资源点。椰子能提供少量维生素，刚好补充我的食谱。岛上这些树也是一个不错的木料收集点。随后，骷髅战斗员拿着大刀开路，我在另外4名船员的护卫下往岛中走去。越往里走，树木越发高大。走了许久，我看见一座巨石搭建的祭坛，稀稀拉拉的说话声从祭坛后方传来。下一刻，树林中忽然窜出10几个原始人，拿着长矛、木棍等兵器，神情紧张地盯着我。5个骷髅可怖的模样，让他们如临大敌，双方剑拔弩张。就在我考虑要不要先发制人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我：“朋友，且慢，不要伤害他们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中年男子从后方一瘸一拐地走上前。我开口问道：“你也是玩家？”那人看了眼骷髅战斗员，随后回答道：“对，我叫小次郎，我被海盗追击受了伤，一路逃到这里后，被这些岛民给救了。”我一面安抚他，一面打探道：“那真是万幸。那你有看到其他玩家吗？”小次郎看着我说道：“有一个女玩家，我和岛民身上的伤都是她弄的。她穿着女巫的衣服登岛，嘴里说着让人听不懂的咒语，明显已经被洗脑，成为了女巫的傀儡。这个岛上的岛民有自己的信仰，最是排斥女巫这些异类。”我紧盯着他，所以岛民攻击了他，被他反击后才受了伤。小次郎连忙摆手道：“是他先攻击的岛民，他扔出会爆炸的瓶子，让我们伤亡惨重，费了老大劲才把他抓住。”我摸着下巴露出思索的表情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见我不再询问，小次郎面露热情地提议道：“不如你随我去岛民的村落，他们都是很善良的，而且都是虔诚的信徒。”我看了眼战战兢兢的岛民，问道：“他们信的什么？”小次郎挠了挠脑袋说道：“是这座岛的守护神，3言2语说不清。你和我去村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想了下说道：“我想先看看那个女巫。”小次郎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她也在村子里，我带你去吧。路上，小次郎问我：“这些骷髅看起来真可怕，你是怎么得到他们的？”我没多说，只是告诉他他们是我的船员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一处空地，空地中间立着一根3米高的图腾，
图腾旁边摆着一个笼子，里头关着一个身着长袍的女人，宽大的长袍也掩盖不住她傲人的身材，看着颇有几分姿色。看着虚弱的女人，我再次问道：就她一个人把这么多岛民给伤了？你可不要小瞧她，女巫可是会邪术的，别在这和她待着了。还没吃东西吧？我带你尝尝岛上的美食。我委婉拒绝，随后问道：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女巫？小次郎咬牙切齿地说道：这个女人伤了这么多人，还是个异类，当然是要献祭给岛上的守护神了。听到这，我心中隐隐警觉起来，试探着对他说道：好歹也是一个地方穿越过来的，何必如此残忍？不如让我把她带走。听我说完，小次郎顿时脸色一黑，阴沉着说道：抱歉，我无法答应你。她走了，谁来当守护神的祭品？而且你也走不了。既然上了岛，要么成为守护神的信徒，要么就成为祭品，考虑一下吧，朋友。就在这时，我之前好友申请通过了，同时收到一条信息：别听小次郎的话，他上岛的时候已经精神崩溃，现在和这些岛民是一伙的。原来那名女玩家已经醒来，此刻正悄咪咪地给我发着消息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小次郎冰冷的声音传来，同时在他身后树林中密密麻麻地走出数百岛民，看样子是吃定我了。我暗暗让骷髅战斗员悄悄准备，同时自己继续拖延时间道：不久之前还有第3个玩家也曾出现在附近吧？小次郎脸色阴冷，满不在乎道：那个人誓死不从，已经成为守护神的养料，赶紧做出抉择，我的耐心有限。我不屑道：吃人的怪物也能成为守护神？刚说出口，岛民们瞬间沸腾，七嘴八舌的咒骂：大胆，你敢亵渎神灵！把它当做下一个祭品。献祭！随着岛民们的呐喊，小次郎的表情也渐渐有些癫狂起来。只听他自顾自道：为什么要逼我？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，每天战战兢兢的工作，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里？被海盗追，肚子没水喝，天天担惊受怕。我在公共频道里不停的求救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。起码在这个岛上，我可以安稳的生活，只要信奉守护神，就不用再颠沛流离。我不想再折腾了，我有什么错？看着目光狰狞的小次郎，我继续道：所以你就用区域频道骗其他玩家上岛，然后把他们都献祭给守护神？不吃他们，守护神就要吃我，我没有选择，都是为了活下去。小次郎已经魔怔了，正好此时骷髅战斗员已经装弹完毕，我也不想再跟他废话，直接道：既然都是为了生存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开炮！开炮！话音刚落，骷髅战斗员立刻点燃引线，将炮口对准前方。岛民们没见过火炮便一拥而上，小次郎则是仓皇后退，远离战场中心。轰！一声惊天巨响，瞬间一条直线上的岛民被炮弹轰成碎渣。我则迅速拿出强化过的骷髅佐，对着最近的几个人接连开火。强化过的骷髅佐穿透力更强，一个就能洞穿3人。这些岛民所用的武器十分简陋，战力连海盗都不如。5名骷髅船员就能形成碾压，而我则躲在后面，不时补上2枪。片刻功夫，地上已经倒下一片岛民。单方面的屠杀终于令这些人恐惧，他们开始四散逃去。见此，我并没有追击，转身走到笼子前，将里面的女玩家救了出来。女玩家面露感激：谢谢，都是老乡，不用客气。说完，我正打算带她离开，突然间地动山摇，身旁的女玩家面色大变：快跑，那个怪物要出来了！什么怪物？是一个……她话还没说完，骷髅战斗员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，一个长着巨口的棕色蚯蚓飞快地钻了出来，将骷髅战斗员吞噬。随后一个摆尾，我只感到眼前一黑，便被一股巨力狠狠抽飞了出去。在睁眼时，一个身体长度约50多米，直径大概2米多的，身上满是倒钩的怪物出现在我眼前。变异海虫，种类污染变异种。简介：被污染产生变异的海虫，体型暴增100倍，喜欢吞噬猎物，胃液腐蚀性极强。顾不得伤势，只看了一眼，我就命令剩下的骷髅船员冲上去吸引火力，自己则是拉着女玩家快速逃跑。开玩笑，主力都没了，还打什么打？我飞速跑回骷髅号上，这才有空看了眼自己的伤势，气血34%，健康状态轻微脑震荡，多处内外伤，持续出血。好家伙，怪不得越跑越晕，我还没做什么。一旁的女玩家率先打开交易所，买了一些疗伤的药，开始给我包扎起来。片刻功夫，我就浑身缠满了绷带，手背上针头和软管，另一头连着床边挂着的一个椰子。见我气血值开始恢复，她才给自己处理起伤口。期间，我和女玩家互相介绍了起来。女玩家叫沈幼楚，穿越前是科学院的研究员，因为被一群专门打劫的玩家追赶，被迫逃到了这个岛上。没想到遇上了小次郎，差点被献祭给变异海虫。我会一些医术，还能制作燃烧瓶和炸药瓶，我可以给你当船员吗，船长？沈幼楚挺了挺胸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他的船已经沉了，这会儿想要继续航行，只能给别人当船员。在这个危险的异世界，与其跟别的陌生船只，不如跟着我。考虑了一下，我点开船只页面，给沈幼楚发送了船员招募。大副，我只想当个普通的船员。没有船员的位置，现在船上的岗位空缺只有大副，你赶快确认。沈幼楚闻言不再犹豫，立刻接受，成为了骷髅号的一员。现在我已经可以查看沈幼楚的个人属性了：姓名沈幼楚，气血63%，力量4，敏捷7，精神7，健康状态多处外伤，天赋专注、被动、研究感兴趣的事物时精力消耗减半。装备女巫的长袍，种类防具，品质良好。简介：穿上后精力+1，敏捷+1，但有可能被人视为异类，属性比我好得多。经历了一场大战，两人都有些累了。正好这会儿骷髅船员们已经全部重生，骷髅号上除了船长室，暂时没有其他房间。沈幼楚也只好跟我挤在一个房间里，闻着淡淡的幽香，我这晚睡得格外安稳。
休养了几天，我和沈右楚的伤势都已经痊愈。这期间，我给了沈右楚5000金币，他用这些金币在船舱里打造了一个实验室，生产了10几个燃烧瓶给我。装备好一切，我和沈右楚带着5个骷髅再次踏上了岛屿。养伤的这段时间，我仔细对比了下，不管是岛民们还是变异海虫，单打独斗之下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只要骷髅战斗员第一时间不被干掉，就都不是问题。就算一次打不过，可我的骷髅船员们能复活，不死的和会死的打，慢慢磨，我也能征服这座岛屿。想通了这些，我便开启了第2次征途。很快我们就沿着上次的路到达了之前大战过的区域，这里散落着大量岛民们的尸体，有些身体已经残破，像是被变异海虫啃食过。地上还有一大滩怪兽的体液，看样子上次骷髅们也对它造成了不小的伤势。我提议道，那只海虫受了伤，现在肯定还没恢复，先去把它收拾了吧。沈右楚捏着鼻子说道，这玩意儿体型越大，受伤就越难痊愈，那只怪虫肯定伤得不轻，正好趁它病要它命。随后我们沿着地上的液体找到一处洞穴，没过多久就在洞穴内找到了变异海虫，它躺在一处空地上，身上有一圈密集的刀伤，正流着白色的血液，周围满是尸骸，看来这就是它的老巢了。我们找了一处高地，骷髅战斗员则是迅速装弹，瞄准铁球如陨石般击中怪物，怪物的头部骤然爆裂，碎肉与利齿溅满洞中，它挣扎着在洞内打滚，但是完全打不到我们所在的位置。我和沈右楚顺势朝它扔出一堆燃烧瓶，顿时火光四射，轰轰，又是2发炮弹，怪物的头部被彻底打爆，死亡只是时间问题。我和众人不再攻击，而是躲在一处他打不到的高地，静静的等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怪物剩下的残躯也不再动弹。此时洞穴中已是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碎肉和怪物血液腐蚀后的痕迹。沈右楚跑上前，将散落的怪物碎肉捡起，我拿回去做实验，每种样本都取一些，很快就好。我点点头，对他研究员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，多捡1块碎肉回去，可以让吞噬机抽奖。他比了个 OK， 知道了。5分钟后，队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洞穴。刚走出来，发现外面已经站满了人。先前巨大的声响惊动了这些岛民，小次郎看到我们，顿时震惊不已。我将变异海虫身上1块碎肉扔出，笑着走上前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宰了你们的守护神，现在我是岛上的守护神了，还不快跪下膜拜？你胡说，守护神是无敌的，守护神是不死不灭的，他已经统治了岛上几百年。就凭你怎么可能是神？岛民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即使他们亲眼看到被大卸8块的变异海虫，也不愿承认这个事实。只有小次郎这个外来人，因为信仰没有其他人那么深，知道这件事情有几分可能。渐渐的，岛民们开始癫狂，满脸恶毒的看向我。守护神是不死不灭的，杀了这帮毒神者，为守护神献祭。杀了毒神者，杀了毒神。沈右楚走到我身边，船长，不用再说了，这些人已经被洗脑太久，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，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那只好送他们上路了。等等，请等等，我还有救，我没有被洗脑，不要杀我。之前都是这些人迷惑了我，并不是故意要害你。我听完他的话，语气冰冷，没被洗脑，那更是最佳一等。还不等小次郎回话，我毅然转身，直接下令一个不留。片刻过后，整个村庄都安静了下来，遍地都是岛民的尸体，5名船员的骨架都快被染红了。我一把火点燃了整个村子，安排船员们该砍树的砍树，该摘椰子的摘椰子，一切又回到了正轨。回到骷髅号上，我将1块怪物的碎肉扔进骸骨吞噬机，吞噬诡异海虫残骸，获得船只进化。吞噬巨口，简介带有利齿的巨口，能够咬碎并吞噬触碰到的一切。系统的信息刚弹出来，船身便开始轻微的震动起来，持续了1分钟。随后，骷髅号的船头居然多了一张和海虫一模一样的巨口。我心念一动，巨口立刻大张，露出了几圈利齿，仿佛吞噬一切的黑洞。这个特殊能力我能随意操控，这让骷髅号的攻击手段又多了一个。只是骷髅号的画风却越来越奇怪了。在岛上逗留了5天，我获得了金币10058，面包26，淡水5.5升，木料674，布料44，还有400多个椰子。现在交易行木料的价格稳定在25金币，每个椰子也能卖10金布。这一趟虽然经历了危险，但是也赚翻了。无聊翻着公告频道，突然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救命！我在一座岛上遇到了怪物，被看一眼就会石化，有10几个伙伴已经遭殃了。这位老哥，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不回消息估计是无了，还好发了那座岛的坐标，兄弟们都离那里远点。我看着聊天框里的信息，开始思考被怪物瞅一眼就石化，有没有可能是骷髅号下一次升级需要的诅咒之眼？我对求救的那名玩家发送了好友申请，等了半天却没有回应。思索一阵，我觉得还是得冒险去一趟，往后的海域或许会越来越危险，骷髅号的等级不能停滞不前。查看了一下坐标的距离，大概3000多海里。我决定即刻出发，多一点时间就多点容错率，反正这座岛已经被我薅得差不多了。决定好一切后，我走到实验室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沈右楚，我们要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。那就走呗，你是船长，你说了算。这一趟可能会遇到危险，习惯了在这地方，危机不就是常态吗？说的也是。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我耸了耸肩离开了实验室，随后对着船员们下令：骷髅号起航。航行第2天，沈右楚兴奋地递给我一个小瓶子，这是我用红唇鲈鱼的唾液做出来的溶解剂，连铁片都能溶。这个是好东西，干得不错。沈右楚闻言面色一喜，顿了顿，轻声询问：船长，实验室的资金不足了，您看
干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原来是想要钱，这个才是终极目的吧。不过见识了沈右楚研究的成果，确实值得投资。再给你5000金币，麻烦省着点花。平时不要总是待在实验室，每天抽个时间出来锻炼一下，可以增加属性的。行了行了，我有空会出来撸铁的。太久没和人说话，沈右楚上船后，我感觉自己变啰嗦了。等他走后，我一脸肉疼的上架了300个椰子，补了3000金币回来。搞科研就是烧钱，在哪都一样。还好现在多了3个船员去钓鱼，食物与淡水方面补充的很快，椰子也只是调剂口味的饮料。夜里成功融资的沈右楚因为心情愉悦，大展厨艺。吃完东西，甲板上突然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。亡灵系统被动触发，天黑了，他们登船了。我看着沈右楚，一脸淡定说道：“正好，带你看看咱们骷髅号的特产。”随后领着他来到甲板，静静等待。不明生物攀爬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沈右楚好奇问道：“是有敌人来袭吗？”“是，而且还不是活人。”“那为什么不把他赶跑，反而站着不动呢？”“这些特殊访客身上说不定有好东西，打落海里就捞不着了。”片刻，一只泡得发白的手啪的一声抓住了栏杆，亡灵抬脚跨过围栏，海水不停地滴在甲板上。神火教训练官达明，种类亡灵，简介至死仍在为信仰而战的虔诚教徒，枪法精准杀敌于100米之外。看到亡灵的属性，我立刻拉着沈右楚回船长室躲着。船长，这不就是一个会动的尸体而已，有必要这么谨慎吗？你说我的手炮猛不猛？沈右楚想到手炮威猛的火力，下意识地点点头。那也是一个亡灵自带的武器，一炮直接把我船长室给轰成了四面漏风。外头亡灵的低吼声与骨头碰撞的脆响不时响起，我们2人则蹲在原地耐心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船上恢复了平静。战斗结束之后，船员们已经自觉回到各自岗位。那把栓动步枪正静静地躺在甲板，我将步枪捡了起来。神火教达明专属步枪，类型远程武器，品质优秀，子弹穿甲弹，简介拉动枪栓自动装填1发子弹，攻击力中等，攻击距离远，穿透力极强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我将这把步枪抛给沈右楚，你的敏捷属性这么高，这把枪正合适你。次日一早，我被一声区域频道信息吵醒，我们已经看见你了。海上起了一层薄雾，可见度不足200米。我抬头看去，发现前方一片朦胧中有船只的轮廓，还不止一艘。片刻，前方5艘船破雾而出，朝骷髅号驶来。那是1艘3级船和4艘2级船组成的船团，不过都是普通船。那是之前追着我的那伙玩家。听到响动，沈右楚也跑了过来。这些人见到区域出现落单的玩家之后，就会去围攻他。我取出骷髅左轮，语气平静，那就只有一战了。见状，沈右楚也拿出了步枪，准备迎接战斗。我从交易行花费500金币买了2个望远镜，其中一个递给沈右楚。进入你的射程就自行开枪。收到。2人拿起望远镜看向敌方，发现对方也在做同样的动作。区域频道再次传来这伙人的信息。哟，还挺淡定，船不错啊，2级特殊船，乖乖投降，留你全尸。等等，那妞有点眼熟，是上次跑掉的那个女的。哈哈哈，运气真好，买1送1。船只越来越近，我看到对方手中的碎发枪和弯刀，好像是自己在交易行出售的那一批。好家伙，买我的武器来干我！不过这也说明对方实力可能并不怎么样。准备战斗，沈右楚打烂3级船的船舵，让他无法变向，直冲我们。明白。薄雾中能见度依然不佳，枪声划破海面的寂静。几乎同时，那艘3级船上传来一声惨叫。3次拉栓，3枪连发，3级船的船舵杆体直接断裂。漂亮！我大声夸赞。接下来你可以自由射击了，好好享受吧。得嘞。沈右楚跑到一侧围栏架枪，开始对左侧2艘2级船的玩家开始了点杀。骷髅左轮射程没有这么远，我带上一个船员蹲在白骨火炮旁边等待时机。眼瞅着那艘3级船进入火炮射程，我立刻命令骷髅船员开跑。一声炮响，对方船身上立刻出现一个窟窿。不等对方反应，我直接让船员加速撞上。2船狠狠撞在了一起。骷髅号还好，毕竟是特殊船只，问题不大。对方船头直接撞出一道深深的裂痕。操，兄弟们，登船干！对方也没想到，一上来就吃了个大亏。刚想登船作战，骷髅号船头忽然出现一张巨口，猛地咬向他们的船。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，2下就将这艘3级船的船头吃掉一小半。眼瞅着这船是没法开了。这是艘什么船啊？船长别犹豫了，这个船太诡异了，再拖下去，我们的船会被啃成残渣的。对，大伙赶紧冲过去，准备接舷战。收到。后面20几个玩家齐声应和。就在他们冲向骷髅号的那一刻，3个骷髅船员一跃冲入敌群，一阵乱砍，顿时人仰马翻。对方的碎发枪根本打不中满身骨架的骷髅船员，换上弯刀也拼不过没有痛觉的亡灵生物。3级船上的战况暂时陷入焦灼。与此同时，我将炮口对准最近一艘2级船。颅骨炮弹呼啸而去，打穿了敌船侧面的薄弱船板，直接落入了船舱之中。随后，颅骨炮弹在对方船舱内2次爆炸，无数的碎骨刺将船舱里的玩家身体刺穿，鲜血从敌船2侧缓缓渗出。我知道这艘船已经基本瘫痪。另一艘2级船刚冒出来，同样遭受了一发颅骨炮弹，外加骷髅战斗员的一发强力手炮。瞬间，海水从破口倒灌而入，里面的船员惊恐逃窜。一个照面，对方5艘船废了3艘。直到这时，另外2艘2级船才装弹完毕。2发炮弹精准地打在骷髅号上，不过只在船舱上开了2个小洞，问题不大。我带着一个骷髅船员操纵白骨火炮跟他们对轰。骷髅战斗员打完1炮之后，立刻跳上对方3级船，局势瞬间变成了一边倒。战斗员力大无比，一刀挥下，敌人连人带刀都被斩开。很快，
最后2艘2级船也在我高超的大炮技巧下丧失战斗能力。这会儿，对方3级船的船头已经被巨口吞噬了一大半。看见大势已去，对方船团长和其他幸存者们迅速跳船逃生，拼命地划着水，迫切想远离骷髅号。沈右楚稳稳站在高处捕捞，我则命令船员们开始打扫战场。盘点收获：金币12765，面包83，淡水23升，木料954，布料244，石料131，钢铁77，琉璃49，树枝碎发枪弓弩和武器，其中有不少是我之前打海盗卖的，现在又回到手中。虽然耐久度有所消耗，但是摆在交易行也比分解划算。卖光这些无用的武器后，我又获得了一笔金币。沈右楚看到了仓库里的财富，顿时双眼冒光。船长，我面无表情，转你6000，感激不尽。他欢天喜地地跑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查看了下骷髅号的损伤情况，耐久度421-800，还行，在免费修理的范围内。这时候，船员们已经走下船舱，搬出浮板，开始了维修工作。片刻之后，骷髅号恢复如初，我让骷髅船员继续航行，前往神秘岛屿，自己则是和沈右楚2人休息去了。经历一场大战，我们都累坏了。3天转瞬即逝，我们很快到达了那座神秘岛屿。这期间，亡灵灯塔又触发了几次，不过都被轻松解决。除了得到一件密银手套，是沈右楚女巫套装里的装备，其他都是垃圾，连带着旧装备一起被我挂上了转转。才怪，被我挂交易所卖掉了。半小时后，我和沈右楚在一片满是粗沙的海滩登陆。不远处，3艘废弃的船只静静搁浅，应该是上一批玩家留下来的。岛上的植被都是一些比较矮的灌木丛。走了没2步，我突然踩到一块硬硬的东西，扒开沙粒一看，竟然是一块藤壶。在沙堆里怎么会有这玩意？沈右楚反复打量着手上的小东西，确实是一个藤壶，被海水冲上来的，不太对劲。我拿出肚皮笑，猛地扎在沙堆上，一声脆响传出，刀尖没入5厘米，便被坚硬无比的东西挡。这个沙滩只有浅浅的一层，下面好像是岩石，有点硬。我用刀左右一拨，扒开上层沙粒，发现底下是密密麻麻的藤壶。难道说这座岛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龟壳？这只海龟的体型未免也太大了，简直是洪荒巨兽，怎么也该是个海中霸主。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，我顺着一条明显被开辟过的小径向岛屿中心进发。骷髅战斗员打头阵，其他4名船员则护卫在我们身边。一路上无事发生，我们顺利走到了小岛隆起区域。这里有5个简易帐篷，应该是先前登陆的玩家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一一掀开帐篷的门帘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周围散落着吃剩的鱼骨。看这些食鱼垃圾和周围开出来的路，这群人起码待了2-3天，估计已经走遍了这座小岛，把该拿的都拿光了。我想了下，如果还有物资，就只剩下龟壳里面了。我们沿着乌龟壳长轴所在，一直走到边缘处，发现2个形似跳水台的地方，下方是蔚蓝的海面，地面上钉着2根铁钉，上面绑着2根粗绳，正顺着龟壳边缘垂至下方。那下面是一个10多米高的漆黑洞口。我让一个骷髅船员先下去，寻找安稳的落脚点。片刻，下方传来一声沉闷的落地声，没有传来船员阵亡的提示，我才放下心来，让1名船员留守在上方，预防万一。其他人和我一起下去。洞内一半是海水，已经将我们膝盖以下淹没。队伍继续往里前行，数十米后，光线逐渐昏暗。船长太黑了，看不清前面有什么。我从背包取出几个火把，用打火石点着沾了燃油的布头。船员拿2个，我和沈右楚拿2个。视野恢复的刹那，沈右楚面色凝重地指向前方，找到那些失踪的玩家了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10几个人形雕塑伫立在不远处，这些石像全身爬满了藤壶。沈右楚撤下一只藤壶，发现溪口处是石膏和一层血肉，还真是被石化了。还未说完，沈右楚忽然看到洞穴深处多出来2个红色的光点，像是一对血红的眼睛。随后想起先前区域聊天里的内容，不能与怪物对视，他顿时心里早已一片拔凉。完了，我也要成雕像了。可几秒过去，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被石化。此时我也发现了他的异样，不过从我的角度看去，那更像是一对发光触角。别慌，那个可能不是眼睛，眼距并不固定，应该是一对触角。这时候，一股怪异的味道传来，我发现洞穴深处的水面上竟多了一层淡黄色的不明液体，迅速朝我们这边蔓延过来。看着速度，不用2分钟我们便会接触到。我赶紧拉起沈右楚，快爬到骷髅身上，不要碰到那些黄色的东西。我们迅速踩在骷髅船员的身上，离开水面。那黄色液体很快接触到了刚刚被沈右楚处理过的雕像，粘液覆盖上雕像胸口那块裸露的肌肉后，迅速开始凝固填补。眨眼间便形成了一层石膏，紧接着一只藤壶从下方水中探出，触须稳稳地附着了上去。这就是石化的秘密吗？这黄色液体会沿着血肉蔓延，但是对骨头没有作用。中招的玩家估计注意力全放在那对红色触角上，忽略了水面的异常。既然知道了怪物的手段，也就没那么可怕了。我直接命令身下的骷髅船员背着我们继续向洞穴最深处行进。往前走了30多米后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怪物的真身。变异琥珀藤壶壶后，种类污染变异种。简介：因为之力量产生变异的藤壶壶后，寿命与体型100倍增加。分泌的藤壶胶接触血肉后立即凝固，坚如磐石。壶后没有听觉，它通过环境温度感知，已经察觉到了有猎物在附近。2个发红光的触角突然间扭向我们，
快拿东西挡着身体，他要对我们喷铜胡椒了。我们急忙从背包取出一单位木料，压成一块简易的盾牌锯在身前。下一秒，连续的喷吐声响起，黄色的液体接连不断地打在木板上，然后顺着木板流入海水中。趁着他攻击停歇的间隙，沈右楚立马瞄准胡后最长的触角，触角直接被击断，胡后突然吃痛，猛地缩回了壳中。沈右楚又补了2枪打在藤壶外壳，却只留下淡淡的刮痕。他咬牙切齿地盯着胡后，这鬼东西的壳确实够硬。没事，用火炮慢慢轰试试看。随后，洞穴之中传来一声炸响，只见藤壶外壳上多了一个凹陷。见此，我当即命令骷髅战斗员对准一点连续射击，洞内传出连续的火炮攻击声。胡后也曾试过反抗，但每当他打开虎口时，沈右楚都会对准他的触手来上一枪。胡后感受到疼痛后，就又缩了回去。来回几次之后，反击不成，反倒他自己的触手被打得到处都是。甲壳之外，骷髅战斗员对着同一部位不断开炮，已经快要击碎胡后的防御，他快要撑不住了。看到胡后外壳上出现了裂缝，我立刻拿起白骨左轮射击。沈右楚也举起了步枪，对准开裂的地方，又是一炮射出。胡后的外壳终于不堪重负，破开一个大洞，露出内部柔软组织，子弹和刀锋毫不留情地倾泻而入。胡后庞大的身躯剧烈地抽搐起来，剧烈的挣扎持续了不到10秒，便骤然停止，所有触手软软地垂落，再无动静。由于水面上全是藤胡椒，我只好指挥骷髅船员打扫战场。刚靠到墙上，深海巨龟壳，种类远古泰坦，简介众神海域常见物种，寿命可达5万年，常被驯服用于海上航行。我将这个巨龟的信息发给了沈右楚。我这里也有发现，这里有一幅壁画。我顺着它的位置看去，这是一幅刻在龟壳内部线条壁画。壁画共分为4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一群人正跪在一人面前，第二部分是一个人用长矛刺死了另一人，第三部分是一个人被分发到一群人手中，第四部分是一个人站着，身边围着一群海洋生物，有鲨鱼、章鱼、螃蟹等，看不出什么东西。我们只好将这些信息先记在脑海中，等以后再慢慢研究。让骷髅船员们将胡后的肉体搬出来后，我割下一块放入背包，准备拿回船上用骸骨吞噬机抽奖。沈右楚捞了一些变异藤壶的卵，放入琉璃瓶中，收回了背包。水面之下还有不少钢铁与武器，应该是先前那些玩家的，我全部打包，让船员们带了回去。又捡了一个体型较大的琥珀藤壶，准备卖给海洋馆号的船长。最后临走之时，我用肚皮削敲下巨龟壳的一小块，准备拿回船上给骸骨吞噬机抽奖用。回到船上，我统计了下收获，总共获得金币15130，面包83，淡水23升，木料984，布料259，石料131，钢铁140，琉璃49。处理完战利品，我来到骸骨吞噬机前，准备抽奖。深吸一口气，我将那块琥珀藤壶的肉块投入吞噬机。3秒后，贵族长衫，种类防具，品质良好，简介穿上后力量加1，样式挺复古，我当即装备了上，看着挺精神，有点像中世纪的贵公子。沈右楚饶有兴趣地看着我，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我将手中巨龟壳递了过去，你也试试，看看你能抽到什么好东西吧。这巨龟可不是普通物种，应该不会让我失望。沈右楚双唇紧抿，将那块龟壳碎片丢入骸骨吞噬机口中，静静地等了10几秒，居然还没有任何消息弹出。二人面面相觑，一脸不解，是不是噎着了？就在这时，整艘船开始了高频的震动。吞噬深海巨龟残骸，获得船只进化，船身硬化。简介：深海巨龟的外壳防护硬度堪比花岗岩，被破坏会缓慢长回。震动持续了2分钟，随后骷髅号的整个船身都覆盖上了一层褐色的龟壳护甲，上面浅褐交错，纹路清晰。沈右楚从背包取出步枪，抬手就是一枪，子弹打在壳甲上，发出一声脆响，被命中的地方只有一个浅浅的弹孔，而且还在极其缓慢的蠕动修复。沈右楚兴奋地看着龟甲，这坚硬程度防子弹是没问题了，火炮应该也能硬抗几下，真想找个海盗船试一试。闻言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不一定还能遇到。现在很多玩家都在到处寻找海盗猎杀，他们就是移动的资源补给。就在这时，一条世界聊天频道消息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全体玩家请注意，全体玩家请注意，我是离弦号的船长曾成，我已经离开骑士海域，到达了下一海域的交界处。发言后便还附上了他的坐标，距离所有人都非常远。怎么可能？我们都还在骑士海域打海盗，这老哥都跑出地图外了呀！曾大大，你的传送未免也太快了吧！新海域的环境如何？骑士海域最近获取资源越来越难了，还不如你们天天打海盗，把人家都弄成保护动物了。随后，曾成继续说道：下一海域的温度极低，我光是接近边缘就已经穿上了2件衣服保暖。若是继续深入，有可能会遇到极寒天气和伏冰，请各位趁黑潮来临前准备好足够的食物、抗寒的衣服、足够的木料取暖后，再进入下一海域。我现在已经掉头返回了骑士海域，四处搜集这些资源，祝各位好运。发完这一段，曾成便再无消息。但骑士海域的氛围一夜之间变得紧张而忙碌。先前那些热衷于打海盗爆金币的玩家们，纷纷开始转向垂钓、伐木和采集。交易行里面，食物、木料与布料的价格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。我在读完曾成的消息后，也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仓库，木料与食物的数量是足够的，至于抗寒的衣物就没有几件。右楚，你会做衣服吗？没试过，我这几天研究一下吧，应该不难。行，我也想办法在船长室做一个壁炉，
正在船长室内画着图纸，忽然我收到了一条私信：兄弟，我是王建国，战神号船长。王建国，看公共频道的消息，这家伙最近不是和16夜打得火热吗？喊我小瓜就行。王老哥进来如何？船升到2级足够躲开黑潮吗？正想和你说呢，黑潮还追在我后面，我这船慢的跟乌龟似的，升到2级也是难以脱身。兄弟那里还有多余的钢铁吗？我还差56个就能升3级船了，到时候速度会加快一些，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。我现在有140钢铁，升3级船需要70，倒是有多余的可供交易。但对方此刻急需钢铁，这个价码我要谈高一些。那王老哥最近有什么好玩意儿？收到消息的王建国双眼微眯，这是要我出价了。他最近不是在战斗就是在赶路，也没能获得什么珍贵的道具。想了好久，才从背包中取出一个手掌大小的铁盒子。他唯一摸不透的东西，也只有在这个玩意儿了。小花兄弟，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你看看这个行不行？要是你看不上，我也可以用琉璃或者木料和你换。说完，王建国把这个东西的信息发了过来。诅咒之眼简介：一名堕落神士被挖下了一只眼睛，目光蕴含诅咒之力，请勿与其对视。看到这个道具信息，我瞬间呼吸停滞。这是我升3级船所缺的最后材料，没想到居然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。我很快镇定下来，对王建国回复：这东西看着还挺有趣，我的大副就喜欢研究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不过用这个换56钢铁还不够，得再补1000金币，你看如何？看到我的回信，王建国喜出望外。没问题，现在就可以交换。3秒后，我们都取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在脑海中点击了升级按钮，骷髅号瞬间被一道白光笼罩，下一秒，一艘更大的3维帆船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骷髅号3级，类型特殊船，耐久1400，航速55节。简介：3维帆船，船上装载4门轻型大炮，共有船员10人。特殊功能：自带10名骷髅船员，被摧毁后需1小时再生。骷髅船员无需消耗食物与饮水，永不知疲倦。骸骨吞噬机位于船长室内，投入生物骸骨能换来意想不到的馈赠。亡灵灯塔对海上亡灵的吸引力极大，常有不速之客来访。升级后的骷髅号长度已经有55米，宽度也达到了12米，整体尺寸比原来大了1/3。船头的巨口与船身的壳甲还在，只是随着船体变大，显得更为狰狞。甲板上依旧是战斗员和4名骷髅船员排队站着，最高的桅杆上面多了一个瞭望台，一个骷髅的身子与其融为一体。骷髅瞭望员，力量4，敏捷6。简介：骷髅号上的原船员无法移动，配备一把碎发枪，换弹时间10秒，能记下航行过的所有路程，并制出海图，对危险有警觉性，能提前提醒船长。这是有地图了。我打开了航海日志，果然原本一直灰暗着打不开的第2页现在已经亮起。点进去之后便是一张地图，图上的小圆点便是我们所在的位置。图中能够清晰看到龟壳岛、骷髅号以及周围一圈的蓝色海洋，覆盖范围大概是方圆5公里，其他地方则是一层黑色的迷雾，表示未曾探索过。有了地图就方便许多，不仅可以记录去过的地方，还能知道周围玩家与生物的实时位置。我对新增的这个功能很是满意。顺着台阶下到船舱，我看到最后4个骷髅船员。骷髅炮手，力量5，敏捷5。简介：骷髅号上的原炮手活动范围线船舱之内，操控白骨火炮时能提升精准度，减少30秒装填时间。查看完船只升级的设施，我将船只信息点开，查看下一级所需材料。骷髅号4级升级材料：木材3000，布料1000，钢铁500，石料200，极寒之心。看完之后，我当场呆滞，这么多，这得攒多久？还得继续努力啊！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，白天还是阳光万里，到了晚上乌云密布，轰隆，暴风雨很快来临。骷髅号开始了剧烈的摇摆，船身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呻吟声，随着浪潮起起伏伏。还好骷髅船员与骷髅号之间有特殊的羁绊，他们站在甲板上，如脚底生根般，任凭暴风雨吹打，依旧站得稳稳当当，看得我都有些羡慕。没过多久，风浪渐小，就在我正要松一口气时，亡灵灯塔被动触发，天黑了，他们登船了，发现大批亡灵生物登船。下一秒，我瞳孔骤缩，拉着沈右楚就往船长室外跑。那些东西又来了，数量还不少。我们快速来到瞭望台所在的桅杆下，快往上爬，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。沈右楚见我一脸肃然，二话不说就向上爬去。他爬到一半时，一只腐烂的手掌从船边伸出，猛地抓住了桅栏。低头望去，竟然是一群亡灵正在登船。别看了，赶紧爬上去！我在他下方喊道，数量太多，骷髅船员撑不了多久的。这时候，船员和战斗员已经守在桅杆四周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骷髅号升级之后，桅杆也变高了。骷髅瞭望员在我的命令下，朝着亡灵们不断射击。子弹打在亡灵身上，腐肉四溅在甲板，但一次射击并不足以击倒亡灵，需要5-6枪才能打倒一个。骷髅战斗员领着其他骷髅船员与亡灵们短兵交接。这次来的亡灵太多了，第一个船员撑了几秒，很快就倒下了。很快，沈右楚爬上了瞭望台，也取出了自己的步枪，子弹呼啸而出，穿过雨幕，精准命中那个亡灵的脑袋，直接将其打穿。确认击倒之后，沈右楚没有时间多看，立刻瞄准另一个举枪的亡灵射去。接连击倒4-5个之后，我也爬了上来。回头看去，甲板上至少来了30多个亡灵生物。再看沿海里，更是密密麻麻的，还在往船上爬，根本不知道还有多少。我稳住身形之后，立刻掏出白骨左轮开始射击。6连发过后，2个亡灵轰然倒地。亡灵被击败之后，过了10秒便会燃起鬼火，化为飞灰。没过多久，骷髅船员们就被拆成碎骨，只剩骷髅战斗员还在苦苦坚持。在被打倒之前，战斗员
响彻全船的一声轰鸣后，骷髅战斗员与他周围的几个亡灵全部被炮弹冲碎，甲板上也多出了一个大洞。船长，平时都是一个一个的来，为什么一到暴雨天就全涌上来了？沈右楚一边开枪一边不解地问：“这我哪知道，可能是被雷声吵醒了，暴雨又让他们更加狂躁，没时间研究这个，专心开枪。这里没有掩体，拿枪的亡灵越来越多，太容易受伤了。”我从背包取出2单位钢铁，捏出2个弧形铁棍，支在2人身前。亡灵的弹头不时击打在铁板上，那些没有远程武器的亡灵正聚集在桅杆之下。一颗子弹直接洞穿了瞭望员的脑袋，在他天灵盖上开了个大洞。瞭望员头一锤，暂时没了动静，忘记给他做个掩体。沈右楚翻了个白眼，他又死不了，管他呢，照顾好自己。与亡灵僵持一阵后，弧形铁板上已经坑坑洼洼，满是弹坑。战斗中，我右臂中了一枪，虽然弹头只是擦过，但也划开了一道口子，鲜血浸透了衣衫。沈右楚大腿也被弹射的跳弹击中，疼得龇牙咧嘴。战斗陷入僵持。又过了几分钟，来自亡灵一方的枪声突然间停止了，而下方的低吼声转变成了不甘的呜咽。他们竟然在同一时间集体倒退而去，靠近围栏时直接跳入海中。再抬手望去，漫天乌云正被撕开一条裂缝，明亮的光线从缝隙中不断射出。当一丝阳光照在亡灵身上时，那一块皮肤开始滋滋冒烟，亡灵同时发出了痛苦的低吼。暴风雨过去了，这些亡灵见不得太阳，怪不得全都撤了。赶紧补枪，他们身上的装备可强了，能留一个是一个。可惜亡灵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只打倒了2只，船上便再没有了他们的踪迹。我们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顺着桅杆滑下去。沈右楚心有余悸地看着我，船长，你这船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我也有同感，看着满是弹孔的甲板，还有地上那个大洞，一条信息弹出：耐久11341400。耐久度的损耗并不多，还在免费范围内。来到甲板，除了满地船员的碎骨外，还有一顶尖帽，旁边躺着2个晶莹发光的石头。沈右楚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帽子，一步一挪地走过去，将它捡了起来。精美的女巫帽子，种类防具，品质优秀。简介：海熊皮制成的帽子，保暖性强，耐火性强，穿上可提升一点力量。右楚，你这是和女巫杠上了吗？怎么老是捡到他们的装备一下看看。沈右楚听话地将帽子戴上，属性立刻改变。还没等他感受加一点力量的区别，一条提示弹了出来：女巫3件套效果激活，造型可随心意幻化，破损自动修复，获得天赋控火，可以随意掌控火焰，威力与持续时间受精力影响。沈右楚，船长，我现在真成女巫了。只见他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，一簇火苗蹭地燃起，在他食指上顽皮地跳动。我见状张大嘴巴，你在偏离科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想通了，异世界有他自己的科学，我照样能研究透。那就好。随后，我指着另外2块晶石对他说到：“地上那2块石头我见过，叫低级晶石，可以升级道具品质，不过只能用于良好以下的道具。我们就一人拿1块吧。”嘻嘻，船长真是大方。拿到石头后，我们立刻就使用了。沈右楚升级了自己的女巫长袍，我升级了自己的贵族长衫。我打开自己的属性一看，我的敏捷已经训练足够，提升了1点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也让我忘却了之前的不快，心情愉悦了起来。第2天清晨，沈右楚拿着几件布料衣物找上了我。船长，我试了用布料制作衣服，算是做出了几件能穿的衣服，但是基础布料的材质并不保暖，可能这一条路行不通。我听后安慰道：“你辛苦了，做不到不用勉强，我来想办法。”现在交易行保暖衣物的价格太贵，我打算自己先看看能不能在海岛上找到材料，实在不行再到交易行购买。回房间后，我开始在公共频道询问有没有兄弟知道哪里有保暖的材料，有偿回答。很快一条好友申请弹了出来：“兄弟是想准备下一海域用的衣服吗？”“对，你有线索吗？”“前几天经过一处岛屿，上面栖息着一种海鸟，身上的羽毛保暖效果很不错。”蝶翅海燕的羽毛，简介：一种轻盈但坚韧的羽毛，能抵御寒冬。蝶翅海燕是什么？和海鸥挺像的一种鸟，不过长着双翅。这个材料是我需要的，能分享一下坐标吗？没问题。对方答应得很干脆，很快就发来一个坐标。确认坐标后，我给对方赚了500金币。谢谢兄弟，那祝你顺利。谢谢了。这座岛距离我大概3日航程。很快，骷髅号就接近了目标海域，海面上开始飘起淡淡的薄雾，能见度逐渐降低。突然，拿着白骨钓竿的船员钓上一个大家伙。食腐鲨，种类深海鲨鱼，简介：一种腐食性鲨鱼，对活物没有食欲。这是一只奇怪的鲨鱼，头颅浑圆，嘴巴狭长，有点像马戏团的小丑脸。这只鲨鱼口中还咬着半截尸体。见我们走近，它立刻恐惧地松开口中食物，蹦跶着身子远离。沈右楚蹲下身子检查了一下这具尸体。船长，看着尸体穿的衣服，应该和我们一样是玩家。我看了一眼，已经烂成这样，没法看出死因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小心一点了。真是个残酷的世界，我把它火化了吧，希望它能安息。沈右楚叹了口气，握拳的手摊开，一团火焰在他掌心燃起。只见他手掌一推，火球飞向尸体，瞬间将其包裹。不一会儿，尸体便被烧成灰烬。食腐鲨研究价值不大，我索性给海洋馆号船长发了私信。我又钓到一条怪鱼，你看看要不要收？后面附带了食腐鲨的信息。当然收，这可是个大家伙，我正缺着最后一只升3级船。对方的文字中透着兴奋，可以用钢铁交易吗？我最近比较缺20钢铁。没问题，现在交易吧。交易完成。随着骷髅号继续前进，一座岛屿在薄雾中逐渐清晰。岛上有连绵不绝的山被深绿覆盖，不时传来的鸟鸣声。我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，在线人数为0，但在地图之上显示有一艘船正停靠在岛的另一侧，船所在的位置是视线死角，极其隐蔽，有猫腻。我没有急于寻找那艘船的想法。骷髅船靠岸后只是原地落锚，
若是对方现在动手，想要逃走或者反击，都有足够时间反应。但等了半晌，那艘船却一动不动。先下船去看看吧，让2个骷髅船员留守船上，若有人贸然登船，系统也会自动给我们警示的。在沙滩上走了几十米后，我忽然发现一根羽毛，大概20公分长，羽毛上有精美的纹路，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五彩的光，正是蝶翅海燕的羽毛。只不过个头要比那个玩家发我的大上不少。那个玩家倒是没有骗我们，这个岛上确实是蝶翅海燕的栖息地。我将羽毛递给沈右楚，后者接过之后，用指尖轻抚了一下。这个羽毛表层稍硬，但是内部的绒毛既密集又柔软，保暖效果一定很好。对方说这种鸟和海鸥差不多，但看这羽毛的实际尺寸，原主的体型至少也是老鹰的体型。可以确定，透露消息的人暗藏祸心。沈右楚问道：“那咱们还要进岛寻找吗？”来都来了，肯定是要去。我们有武器，还有这么多人，谨慎一些就是。此时，不远处的山头上，正有一伙人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这已经是第4批了，船长，你这招钓鱼执法确实是高啊！咱们的船也快凑够3级材料了吧？黄狗闻言得意一笑，都说了跟我混有肉吃，再等1个小时，那2人也差不多要殒命了。那艘船看着就不一般，物资肯定不少。我和沈右楚在树林中穿行，10分钟后，我们爬到半山腰，路上见到的羽毛都被我们收入背包。沈右楚兴奋道：“这么多羽毛，应该凑够半件衣服了吧？”我弯腰捡起一片羽毛，应该是够了。但是为了预防被海水浸泡，或者遇到意外导致破损，我们一人起码得准备3、4件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阴影将我们笼罩。抬头望去，一只巨大的鸟正在半空中俯视着它们。巨鸟翅膀展开足有10米宽，羽毛在阳光映照下闪着五彩的光。蝶翅海燕，种类巨型猛禽。简介：栖息于滨海峭壁的古老物种，长着一对拥有巨力的翅膀，带着2倍于自身体重的猎物飞行。只听巨鸟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，随后它头一低，直俯冲过来。我见状，立刻就想拔出骷髅左轮，战斗员也将手炮对准了敌人。可惜巨鸟速度太快，我抢炮都还没打开，巨鸟就将我和沈右楚抓起。我觉得自己正坐着一辆全速前进的敞篷跑车，嗖的一声就飞到了100米之外。一阵强烈的失重感袭来，脚下的山崖瞬间急速缩小，骷髅船员都被留在了原地。蝶翅海燕对这些没有生命气息的骨架毫无兴趣。我们被带走后，战斗员在原地怔了一会，便直朝山顶走去。过了片刻，我和沈右楚也从不适感中缓了过来。一段时间的升空后，巨鸟速度一缓，来到它的老窝上空。鸟窝住在一处山顶峭壁，能容5个成年人蜷缩在内，四周皆是高耸的悬崖，无路可逃。将2人丢下老窝后，蝶翅海燕留下来观察了几眼，见2人毫无动静，翅膀一扬飞走了。等巨鸟走后，我这才观察起这个鸟巢。鸟巢很大，但只有一只毛还没长齐的蝶翅海燕幼鸟。这只幼鸟浑身肉色，站起来约有1米高，一蹦一跳向2人靠近。沈右楚面色古怪，所以我们俩是他拿来喂宰的。这蝶翅海燕的智商看来不是很高吗？你应该庆幸，还好是只纯鸟。我从腰间掏出骷髅左轮，对着咬过来的鸟嘴，直接将它打穿。蝶翅海燕的幼鸟身子一晃，倒头就睡。沈右楚在一旁捂着嘴巴。船长，你就这么把它弄死了？待会巨鸟回来不是要生撕了我们？它是死是活，那只蝶翅海燕都不会放过我们，没时间浪费在这只幼鸟身上。我收起枪，从背包中取出了一根长长的粗绳，绑在鸟窝外围凸起的岩石上。骷髅战斗员已经赶来了，等下让他顺着绳子爬上来。那你是想到办法逃跑吗？沈右楚小声问道。跑什么？等下我们用鸟粪掩盖气味，让骷髅战斗员给他来个天地同寿。当即2人不再纠结，开始行动。船长。沈右楚指着粪堆里一个沾着血渍的靴子，之前有人曾在这里待过。2人一顿搜寻下，还找到了一柄生锈的匕首、半截眼镜、破碎的衣服等。这个报信的玩家还挺阴险，这些东西估计是前几批被坑的人留下的。他的目的应该是想把人害死，然后掠夺原主船上的资源。听到这，沈右楚忽然笑出声来。他要是登上骷髅号，可得遭老罪了。正好这时候，我收到了系统警报，骷髅号遭遇玩家入侵，船员开始反击。此时，2公里外的骷髅号上，黄狗和他的2个船员正顺着绳索往骷髅号上爬。船长，这艘船有古怪，船身怎么覆盖着一层硬壳？船头好像还有一张大嘴。那怎么了？咱们刚刚已经观察半天了，船上没人。既然没人，这船再怪又有什么可害怕的？黄狗嫌弃地瞥了他一眼，这么胆小，还出来打什么劫呢？爬绳子真是累人。黄狗支着腰环顾四周，没人，各自散开搜索物资吧。收到。2名船员应和一声后，各自分散而去。黄狗蹑手蹑脚地打开了船长室的门，先是探头进去观察一番，没见到里面有任何声响后，这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骷髅船员已经举着刀慢慢向他靠近。一道寒芒闪过，黄狗的反应极快，迅速地低头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了这刀，然后抽刀反手挥出，口中讥讽：“我就是靠阴人混的，还想阴我？”想象中刀刃砍中血肉的闷响并没有出现，黄狗反而感觉自己劈中了一块石头。他转身望去，攻击他的竟然是一只骷髅。敌人空洞的眼眶正对着他，寒意瞬间从脚底涌向天灵盖。这特么是什么玩意？快撤！这是艘幽灵船，船上有。他话说到一半，就看到另一个骷髅将自己1名船员砍翻。与此同时，船舱下方也传来另1名船员的惨叫声。随后，骷髅瞭望员举着枪，将栏杆上的绳钩一一打落，退路一断。黄狗听到身后骷髅踏在木板上的脆响，脸色发青。此刻，他脑中只有一句话：我为什么要上这艘该死的幽灵船？骷髅瞭望员已消灭入侵者。听着系统的声音，我心里略微舒坦。此时，我和沈右楚已经涂满了鸟粪，2人趴在鸟窝边缘，骷髅战斗员也已经爬了上来。我让他一只手抱起幼鸟的尸体，另一只手则是举着手炮。
充当诱饵。我们静静地等待了半小时，终于听到天边传来了一声刺耳的鸣叫。望向天空，远处一个黑点正在放大。蝶翅海燕展开那对10米巨翅，朝着鸟窝滑翔而来。它远远看见幼鸟残破的身躯，一声暴怒的悲鸣声响彻天际。它生气了，速度很快，5秒后抵达。400米、300米、200米，我猛地甩头直视沈右楚，厉声吼道：“点火！”沈右楚早已做好准备，他手指一弹，火苗精准扑向骷髅战斗员手炮的引线，瞬间点燃，隐蔽。我们2人快速抱头蹲下身子，骷髅战斗员则是抱着幼鸟迎上飞来的巨鸟。破空声与尖笑声交织，巨鸟张开了长长的鸟喙，一口咬向了骷髅战斗员。战斗员不退反进，趁着鸟喙闭合前的刹那，将手炮猛地对进了巨鸟的口中。沉重的闷响从蝶翅海燕脑壳传出，鸟窝被震得剧烈摇晃。几秒后，尘埃消散，蝶翅海燕庞大的身躯已经瘫倒在鸟窝边缘，还在滋滋地冒着烟，双眼已经彻底失去了光彩。骷髅战斗员的状况同样惨烈，全身骨头几乎散架，有大半还在蝶翅海燕的嘴里。不过骷髅战斗员是可再生的，我并没有感觉伤心。船长，我们成功了。沈右楚揉着眼睛里的沙尘，你时机把握得很完美，做得不错。视线恢复之后，我和沈右楚将巨鸟身上面的羽毛放入背包，收集完毕后，我将蝶翅海燕的残骸捡起，准备带回去抽奖。眼看事情已了，我们翻出鸟窝，顺着绳子往下方爬去。落地之后，我们立刻返回骷髅号，提心吊胆地穿过密林，走到沙滩，远远看见骷髅号时，我们2人终于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下可以放心一些了。沈右楚跟在我身后问道：“船长，那些访客们可还安好？”“安不好了，都被船员们投入骸骨吞噬机了。”我和沈右楚各自回房洗了个澡，恢复了平时的状态。我从背包里取出蝶翅海燕的残骸，准备丢入骸骨吞噬机抽奖。就在这时，外头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鸟鸣。只见一只蝶翅海燕正在上空盘旋，它的体型比杀死的那只更大，翅膀展开足足有15米，此刻正在不停地哀鸣。这只应该就是死掉蝶翅海燕的伴侣，估计是来报仇的。听着叫声，我感觉他的心已经碎了。我听了嗤笑一声，罪魁祸首就是咱俩，你倒和他共情上了。女人是很感性的，你懂个屁。沈右楚扭过头低语道：“该死的直男！”我拿出巨鸟的残骸，那就故技重施吧，这次给他加点料。随后，沈右楚将自己提取的特殊藤胡椒涂满一名骷髅船员。骷髅船员站在甲板上，高举巨鸟的残骸，左右晃动。天空中那只蝶翅海燕见到我们的动作，瞬间怒气上涌。不出所料，巨鸟脑袋一压，身子开始俯冲，如一颗陨石般飞速坠落。我和沈右楚躲在船长室，眼看着蝶翅海燕飞上甲板，一口就将骷髅船员吞入腹中。巨鸟自以为大仇得报，立刻将翅膀展开，脖子伸长，仰天长啸。还没等它笑完，一股绞痛便从体内传来，是藤胡椒开始起效了。巨鸟的内脏正在凝固石化，它开始呼吸困难，踉跄着在甲板上走了几步。不到1分钟，这只巨鸟身子一歪，倒在了甲板上。我掏出骷髅左轮，对着它的脑袋开了6枪，让它解脱。加上这一只蝶翅海燕，现在船的羽毛都够做6-7件衣服了，这下不用愁了。马上要进入的极寒海域，资源匮乏。现在我解决了保暖的衣物问题，但是用来点火取暖的木料和食物储备还是略显不足，还是得在岛上多逗留几日，尽量多收集一些资源，为以后做准备。从巨鸟身上割下一块残骸，我对沈右楚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先去抽奖吧。”好。很快我们来到骸骨吞噬机前，我将幼鸟残骸扔进去，得到1份木料，随后是10米巨鸟的残骸。获得道具随机晶石，随机晶石简介可将一件道具的属性随机改变。随后是15米巨鸟的残骸，吞噬蝶翅海燕残骸，获得船只进化，微笑御风简介得到蝶翅海燕对风的掌控力，顺风时可提升20节传速，持续时间30分钟，冷却8小时。信息弹出时，骷髅号的船帆上亮起一抹青色微光，持续1分钟后才渐渐消失。沈右楚兴奋道：“这个效果还不错，逃跑的时候能出奇效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为什么不能是追击的时候？能不能判点好的？别纠结这个了，想好那个晶石要怎么用了吗？还是先留着啊？不留了，赌一把吧。我拿出了肚皮笑，这把刀用着总感觉差点意思，关键时刻没有用武之地，就它了。一阵耀眼的白光闪过，崭新的刀出炉了。锋慧种类近战武器，品质优秀。简介融入了蝶翅海燕风之力的奇异弯刀，攻击时有几率触发风斩效果，下一次攻击得到风力加持，力度大增。评价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我拿起锋慧，反复挥动3次后，刀身越挥越轻盈，摆出一块石料。石头顺着刀砍中的地方应声裂开。在这座海岛上待了10天，我们收获了大量物质：金币14780，面包334，淡水56升，木料3452，布料317，石料425，钢铁105，琉璃49，还有鱼干、肉干、脱水蔬菜等非常规食物，并未计入仓库数据，但是数量也不少。要不是黑潮越来越近，我还想多待一会。起锚！随着我一声令下，骷髅号快速驶离海岛，岛屿在身后逐渐缩小，最终变成视野里的一个黑点，继而彻底消失。收拾仓库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第一次钓到大块金砖时，同时获得的那8瓶鉴定不出来的药水。我将8瓶颜色各异的药水交给沈右楚，他兴致勃勃地扛着黑箱子钻进了实验室。航行10天，风浪越来越大。一天夜里，船身突然一震，随后向右侧倾斜，整艘船仿佛正被什么东西拖拽。骷髅瞭望员发现入侵者，我连忙跑上甲板，只见7、8根10几米长的粗壮触手正扒在船上，触手上密集的吸盘每个直径都有10厘米，牢牢地吸附着船身和甲板。顺着触手的来源看去，怪物的本体有部分露出海面。
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暗紫色乌贼。深渊独眼乌贼，种类远古泰坦。简介：一种生活在万米深海、以鲸鱼为食的恐怖生物，身上纹路会随着情绪变化而闪烁。我正一只手抱着围栏维持平衡，另一只挥舞着锋会，对着一根触手猛砍。对付这样的巨兽，骷髅左轮造不成太大杀伤，只能尽量砍断这些触手，避免骷髅号侧翻。战斗员也在对着这只巨型乌贼开炮，其他船员也正在不断攻击触手。受到伤害后，愤怒使他身上的纹路开始不断闪烁。船长，这乌贼的体型太大了，我们的火力压不住它。右处射他的眼睛，把他激怒。子弹应声飞出，穿过雨幕直抵怪物的眼睛，一枪命中，剧痛令他猛然挣扎，周身海水翻涌。船舱里白骨火炮也已经调整好了位置，我立刻下令骷髅炮手开火。2门白骨火炮将2发炮弹轰出，径直定入独眼乌贼的身体，2次爆发炸响，巨型乌贼发出一声凄惨的哀嚎，触手上的吸盘一松，瞬间沉入海中。然而还没等我们松口气，船尾突然间水花飞起7、8米，10几根触手唰地冲出海面，高高举起后猛地落下，触手拍打在船身上，霎时间木屑纷飞，骷髅战斗员和2名船员都被砸中，登时成了散落一地的骨头。甲板上只剩骷髅瞭望员还在对着乌贼射击。原来这只巨型乌贼只是重伤，但并没有死，他换了个白骨火炮无法触及的角度，继续攻击骷髅号。见此，我心下一沉，糟了，以我们目前的火力，根本无法压制住他。沈右楚抬枪瞄准怪物的眼睛，嘴里叨念着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要把他眼珠子打爆。”一枪打在了触手上，紧接着又是密集的火炮开火声。我抬头看去，只见几十颗漆黑的炮弹在视线中快速放大，瞬间将独眼乌贼吞没。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，乌贼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嚎，10几条触手应声而断，水面顿时被蓝色的血液所覆盖。一艘体型是骷髅号2倍的钢铁巨舰从远处缓缓驶来，船侧开了6个方窗，每个窗口都伸出一尊3管重炮。刚才就是他支援了骷髅号。过了好一会，巨型乌贼再没了动静。此时区域频道传来了信息：那艘怪船上的兄弟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是战神号船长王建国，若是还活着，赶紧开船跟上我。黑潮就在后面不远处，我的船很慢的，你肯定跟得上。放心，路上我罩着你。我目光转向船尾，黑潮出现在海平线处，正在向前蔓延。这家伙跑了那么久，还是没拉开多少距离。点开了和王建国的私信聊天：“王老哥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啊！”隔了几秒后，小瓜，你是这个怪船的船长啊？那就是我的船，出来甲板一叙吧。我让骷髅号加速，与战神号齐平。不一会，一个身着船长制服、留着络腮胡须的中年男子从栏杆探出头来。我冲他招招手，大声说道：“王老哥，我在这。”王建国看到我后爽朗一笑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没想到你真人这么年轻。”王老哥也才30多吧，看着也很精神呢。哎，王建国连连摆手：“40多老了，差点命都没了，还好遇到王老哥及时出手。举手之劳不足挂齿，要不是你，我也没办法及时凑齐材料升级战神号，可能现在已经被黑潮吞噬了。咱俩算是互帮互助。”一说到这个，王建国下意识地看向船尾的方向。黑潮的速度已经提升，现在大概有20节，已经超过了他的船速。小瓜，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？请说。现在黑潮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已经超过我的船速了，怕是过几天就要被他追上了。我船头的兄弟都是普通船，拉不动战神号，你这船看着马力很强，能不能拉我一把？看着王建国脸上的担忧，我点点头，没问题。听了我的话，沈右楚默默走到船舱，找了条粗绳绑在钩爪上，对着战神号用力一抛，落到了他的甲板上。王建国捡起来，将粗绳一端绑在船头，准备就绪，可以拉了。我让船员将骷髅号开到战神号前方，随后缓缓加速。等到粗绳被拉至紧绷时，骷髅号船身一震，速度又慢了下来。等了一会后，骷髅号和战神号的速度维持在了25节。王建国站在船头，在面板上看到这个船速，激动地冲我喊道：“小瓜，有效果！”感受到现在是顺风状态，我笑着说道：“还能再快一点。”说完，我激活了微笑御风，绳子的拉力再度提升，两船的速度又开始缓缓增加，最终达到了28节。王建国看完以后，一脸惊叹：“小瓜厉害啊！”见笑了王哥，我先修补下船只，等好了再跟你聊。好啊，等你忙完了，可以来我船上一起喝酒，记得叫上你的美女船员，我的团员人都挺好的。成，有事咱们私信聊。沈右楚脸上略带忧虑：“你真打算去战神号上面和他们喝酒吗？”当然不去，王建国是船团长，船团10几条船上百号人，人一多情况就会复杂，保险起见还是不要过多接触为妙。我收敛笑意，恢复了平时的谨慎。沈右楚见此，心里也就踏实了。船长，我金币花光了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我解开了你的权限，账户上的金币你可以随意调用，但是请求你别给我一下造光。放心吧，我很勤俭持家的。沈右楚闻言笑逐颜开。言罢，我让船员将散落在甲板上的巨型乌贼触手搜集了起来，挑了一根最大的投入骸骨吞噬机里。3秒后，一件崭新的装备出现在我面前，获得华丽的贵族长靴。贵族的长靴种类防具，品质优秀。简介：穿上后行走时全地形100%防滑。穿上2只鞋以后，我在甲板上试了几下，不管我怎么跳滑，只要心念一动，脚底便凭空生出一股莫大的阻力，将身子稳住。等到了极寒海域，再看到小岛，估计免不了爬山采雪。有了这双鞋，至少不怕溜坡了。3日后，我正在吃早餐，私信频道响起了王建国的消息：“兄弟，战神号上正在办次神宴，你要不要上来一起？”
王建国发出了邀请，我婉拒道：“我就不上去了吧，我这个人喜欢独来独往，不爱热闹，而且我一个刚见面的人，你对我太热情了，你的团员们可能会心里不舒服，我可不想让王哥难做。”王建国正坐在船长室，看到我的消息后，立马读懂了。你说的也是，我们的交情别人可不懂，你不想来，老哥也不强求，往后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和我提，我能帮肯定会帮。王哥，我人虽不到，但是心意可不会少哦。我发完这条信息，让沈右楚拿来5瓶果酒，赠送给了王建国。这是我大夫酿的果酒，口感酸甜顺口，就当我给战神船团的宴会助兴了。王建国拿起一瓶，打开木塞闻了闻，立刻大呼：“好香的酒，多谢了，兄弟，回聊。”随后，我对沈右楚道：“已经和王建国说明白了，到了极寒海域，我们就分开。”沈右楚听到这话，也安下心来。3日后，气温骤然下降，我打开航海日志：极寒海域，当前温度7至12度，北风3级，请注意保暖。黑潮暂时停止蔓延，抵达极寒海域的玩家已脱险。走出上甲板，正好看到王建国也靠在战神号的围栏。早啊，王哥！早啊，小瓜！打过招呼后，我们默契的同时向船尾看去，只见黑潮在2个海域的分界线徘徊不前，两人彼此对视一眼，皆心有所感。是时候分道扬镳了。极寒海域资源匮乏，继续同行会遇到各种分配问题，让我们陷入两难。现在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王哥，既然已经脱离了黑潮的威胁，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。能顺利抵达这里，还是感谢你的帮助。我还得先谢你施展援手，救了我一命。那后会有期。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一声道别后，骷髅号和战神号各自选择了一个方向，在清晨薄雾笼罩中渐行渐远。看到战神号引入雾中，我收回了目光。虽然不能一起同行，但我还是由衷的希望王建国能活下去。极寒海域资源十分匮乏，全员钓鱼一整天也只收获了4条小鱼，所以我打算找到升4级船所需的极寒之星后，就赶紧前往下一海域。这片海域到处都是冰山，因此船只航行得很慢。随着越来越深入极寒海域，温度每一天都在下降。这天，室外气温已经来到了零下1度，天上开始下起了雪。我和沈右楚也换上了自制羽绒服。船长室是由骨板搭建的，保暖效果不是很好。在被冻醒几次后，我们还是点起了壁炉。沈右楚蹲在壁炉前连连夸赞：“还好船长有先见之明，未雨绸缪，弄了这个壁炉。不过是求生本能罢了。这极寒海域比我们想象的更难熬。”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用手指抹开玻璃上凝结的冰霜。外面已是白茫茫一片，细小的冰晶随风飞舞，温度还在将黑潮暂时甩开了。这低温却是新的麻烦，而且资源每天都在消耗。虽然仓库里略有储备，但这还是令我有些不安。每晚壁炉都要燃烧3单位的木料，我还得预留升4级船的材料。坐吃山空的感觉有些让人心慌。一直航行了10多天，骷髅瞭望员传来了预警，前方发现海岛。我和沈右楚立刻走出船长室，朝远处望去，这是座已经被白雪覆盖的岛。沈右楚，船长要登岛看看吗？物资消耗了不少，得上去搜寻一番。骷髅船缓缓驶入海湾，浅滩落锚。这座岛屿面积与海虫岛差不多，整体呈月牙形，中间凹进去一片海湾。我带上了战斗员和3名船员随行，船上留有瞭望员和1名船员，再加上船舱里的4个骷髅炮手，已经能应付大部分突发状况。往前走了1里左右，我们看到一片被砍伐过的树桩，地上是密密麻麻的脚印。沈右楚，这岛上有人类居住，而且刚离去不到30分钟，也不知他们对外来人敌意如何。若是能心平静气的谈谈最好。两人顺着脚印向前走去，若能和本地土著达成共识，在搜集资源的时候就不怕被偷袭了，甚至还能交换一些物资，各取所需。走了10几分钟后，看见远处有炊烟升起，沈右楚眼眸闪亮，船长找到他们的老窝了。嘘，我赶忙让他静声，随后巧声说道：“旁边树林里几双眼睛正盯着我们，你讲话能不能友善一点？老窝是什么鬼？”沈右楚急忙捂着嘴巴，目光扫向四周，果然4、5个手执长矛的土著正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我们。我让沈右楚和船员们留在原地，自己缓缓走向土著们。请各位放心，我们没有敌意，也不会在岛上久留，只是想和你们聊聊。我尽量舒缓脸颊的肌肉，语气温和。2个土著听到了我的话，叽里呱啦说了起来。经过系统翻译，听到我们耳朵里就成了：这个人似乎不是寒季教团的人，可以先听听他想说什么。对方将长矛收回。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其实海域，刚到这里没几天。我如实回答。那你上岛有何目的？我在海上航行时恰巧路过这儿，想在岛上补充一些资源。那你跟我回村里吧。说完，土著转身带路，并示意我们跟上。我对着沈右楚招招手，同时让船员们也跟上。这位客人，这些骨头架子为什么能动？土著一脸好奇地看着船员们。这是我家族祖传的傀儡术，具体细节不太方便透露。我脸部红心不跳的扯淡，那人的眼神中瞬间多了几分敬畏。那您的家族一定是古老的巫师传承？还行吧，传承了5000多年都没断。两人边走边聊，其他的土著时不时的上手触摸船员们的骨头，发出一声声惊叹。众人沿着小路走去，村庄的轮廓逐渐清晰。它不是我想象中的原始部落，而是一个圆顶冰屋与木质组成的小城，外围还有一圈城墙。村口处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早已等候多时。他身披完整的雪熊皮袄，手中握着一根油亮的木杖。阿古看见后，便快步走到老者身边，俯身恭敬的耳语。他将我们一行人的事情说给了村长。老人轻轻颔首：“诸位客人外头冷，有事屋里说吧。”语毕，他转过身走进最大的一间屋子。我和沈右楚跟着村长进入了屋中，骷髅船员则在外警戒。屋内有几个出风的口子，地面上摆着数十个木桩子，围着屋子中间的篝火。请坐。谢谢。我们在老者身旁找了个木桩坐了下来。我是平平村的村长巴尔木，听阿古说，你们需要和村里交换一些资源。巴尔木开门见山，这确实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。我点点头，顿了顿又说，其实我们刚刚抵达极寒海域不久，还想和您了解一些这片海域的情况。先看看你们的东西，
有没有价值吧？思索几分钟后，我从背包中取出了一瓶果酒、一把碎发枪和一单位钢铁。巴尔木观察了几眼，除了知道锃亮的钢铁是金属，其他的东西并无头绪。我拿起果酒递给他，这个是我船上大副调制的一种酒，喝下去能让身子暖和，并且有提神醒脑的效果。您可以喝一口试试。巴尔木一把抓过果酒，对着嘴咕咚喝下一小口。等了2、3分钟，一股暖流在他喉咙蒸腾，全身的寒意渐渐削减了几分。妙啊！他有些陶醉地闭上了眼睛。这东西不错，我们村要了。被果酒所惊艳，他开始期待另外2个东西的作用。我没有耽搁，趁热打铁拿起了碎发枪，语气平缓地介绍：“这个是一件武器，类似你们使用的弓箭，但是射程和准度更高。就这一根木包铁的棍子是远程武器。”巴尔木凑上前，一个眼珠子对到枪口。老人家小心一点，子弹是从这个口子射出的。巴尔木轻咳了2声，沉声道：“你示范一下用法吧。”咱们到屋外去吧，我怕待会把墙打穿了。这东西威力这么大啊！我是带着诚信来的，当然要拿出最好的东西。来到极寒海域，这些基础武器玩家就看不上了，摆在交易行5金币一个，数量多得很。3人走到屋外，巴尔木大呼一声，大伙儿都来看看了。村民们便围了上来。我让沈右楚拿枪，自己则是跑到50米外，在地上摆了一个带土罐，随后示意沈右楚瞄准土罐。子弹呼啸而出，直直命中土罐的正中心。巴尔木双眼圆睁，众人见状集体欢呼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再次回到了木屋内。这个武器可还能入眼？巴尔木目光灼灼地望着我。你有多少？你要多少？先说说最后一件东西吧。巴尔木会意，碎发枪的数量不是问题，便先关注最后一个物件。这东西是钢铁，我可以用它做出壁炉。我看村里的屋子密封性很好，防雨不成问题，但是取暖应该很麻烦吧？老村长颔首。是的，村民平时住的屋子没法燃起篝火，只有这件仪式屋开有口子。所以你说的壁炉是什么？是可以在屋子里保留篝火却不熏人的一件工具。说着，我取出一块钢铁，示意村长在这展示给他看。有了一次打造壁炉的经验，我已经不再需要图纸。我将钢铁搬到预定的位置，稍加思索便开始徒手捏起了造型。在系统伟力的加持下，很快一个方方正正的壁炉很快就成型。随后我在屋顶开了个口子，做出连通到外面的排烟管道，不到1个小时便大功告成。巴尔木看着壁炉的构造，忽然有所明悟，这原理也不复杂，我以前怎没想到呢？随后老村长安排阿古带人把原本的几个通风口封上，然后叫来10几个村民集聚在议事屋。随着一股暖流在屋里蔓延，村民们看壁炉的眼神一个个热切了起来。村长，这个壁炉还有多余的吗？我想在屋里添一个。老爸说我阿妈身体不好，能不能给我家里也弄一个？八爷爷，我也想要。